也可以說身體是你的思想的物質基礎，是你的情緒的物質基礎，甚至它是你的潛意識动力的物質基礎。如果我们想讓自己健康，得重新認識自己。我寫了一本書，叫《7種體型告訴你的人生密碼》。它其實不只是告訴你的特徵，還告訴你的天賦。如果我們只講心理，是很難讓人真的一眼看透人。那什麼才能讓我們把人的特徵一眼看到呢？就是體型。第一种叫成就型。什麼叫成就型？成就型其實很簡單啊，這樣的人他一生我幾十年都在為自己的成就，我要達到目標，我才覺得我有價值。你看他走在人群當中，他永遠是亮麗的那一種，他的眼往上看，他肩頸這兒有個包，他要的是掌聲，還有就是讚美。他幾十年在證明着自己。那他最容易出現的問题是什麼呢？我總是讓氣往上冲，头容易出問題，血壓容易出問题。那第二類人，我們講的叫承擔型的人，就是他的座右銘就是这個世界靠誰都不行，只有靠自己。承擔型的人是需要別人聽我的，一切要掌控在我自己的手中。這樣的人呢，他會無意識當中把別人的責任背負在自己的後背上。而這樣的人的長相是什麼樣的？就是後背比較厚。承擔型的人幾十年下來，擔負了太多不屬於自己的責任，他會把自己周圍的人的所有的責任，包括自己的爸爸媽媽的責任，都扛在自己肩上。如果你是幾十年是這樣過的，我告訴你，你的小心臟是受不了的。經常說一句話，別人心裡流的是血，你心裡可能流的是眼淚，因為你扛了那麼多，後背全是眼淚。第三種人就是長期焦慮性的人，沒有安全感。你看他的體型是什麼樣的？這樣待着，是齁起來的自我保護，因為他覺得這個世界是不安全的，一切都要怎麼樣呢？都要可控，就不要出危險，不要出紕漏，一切要細緻的做好攻略，才能夠讓他有安全感。如果你是這樣的人，你想想，你吃多少都不會長肉，因為你都在緊張當中。如果你的腸胃不好，你長期處於擔心當中，有可能你就是個焦慮型的人。那第四種人是什麼人呢？就像我這樣的，就是親情疏離，和自己的親人我們叫情感疏離。你會發現你從小到大和自己的家裡的人好像沒有什麼連接，而且有自己的獨立的想法，不依靠任何人的同時，也和別人保持一定的距離。焦慮型的人經常找理由告訴自己這個不行，而創造型的人經常告訴自己我有辦法去解決問題。但是創造型的人最容易出的問題在哪裡？是肩頸。对，肩頸容易僵硬，頭容易暈。為什麼？因為他的行動力快，他永遠把危險控制在可控之外。還有一種人叫浪漫型的人，脊椎後面有6溝，而且肩頸這兒是空的，那個地方是通肺的。悲情浪漫主義者呢，他內心是孤獨的。這樣的人其實他對於出問題是在哪裡呢？比如說你肺有結節，比如說你乳腺有結節，我心深深處終有千千結。如果你身上有很多結，問問自己，你是不是浪漫型的人？因為過度的悲傷、過度的憂傷、過度的悲情浪漫，使你內心打了很多結。還有一種叫玩樂主義者，他來這個世界是玩的，他走路的姿勢是搖擺的。雖然他後背都是一6溝通下來，但是他比較自由，他追求的是好玩。這樣的人呢，他其實是不負責任的，他覺得負責任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，他不面對問題，他逃避問題。他最容易出現的叫內分泌失調，比如糖高、血糖高。不出现的人，你要問問他，他沒有童年，他沒有當過孩子，小的時候他就學會了察言觀色，看自己父母的眼色。在群體當中，他永遠是那個察言觀色、八面玲瓏。當你這樣的方式活了幾十年，你心裡有很多不能表達出來的委屈。對，委屈，你看似沒有要求的服務，其實你內心是需要別人覺得你重要，所以你心裡存在的所有的委屈都會像垃圾一樣
囤積在你身體裡。你为什麼肚子那麼大，後背那麼厚，屁股那麼小？因為你在整個的助人過程當中，付出過程当中，消耗的是你的生命力，囤積的是垃圾，不只是身體垃圾，還有心理垃圾。了解了你自己，就可以改变自己，改变了自己，就可以讓自己走向一個更好的、不一樣的、更多可能的人生。